Hello everyone, warmly welcome to my channel. In this video, I will introduce you to Changsha, an internet celebrity city and the incredible speed of China.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，在这个视频里，我将向大家介绍长沙这个网红城市，以及了解匪夷所思的中国速度。今天是元旦小长假的第一天，同时也是人流量爆满的第一天。那么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接下来带大家实地去探访一下，人多到底是怎样多的。然后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准备乘坐公共巴士去最繁华的 CBD， 这个巴士里面是坐满人了啊，这个也是要满了。好，我现在就坐这一辆车准备去市中心了。现在的话已经坐上了巴士，我这辆车比较幸运，还有位置，也不是很挤。现在是去最繁华的五一广场路途中啊。这里有很多车已经有点堵了，前面是在等红绿灯，在开始缓缓移动了。马路上有很多的车啊，这里有一个交警在指导交通。这里又是一个红绿灯路口，对面那里的话，车在缓慢的通行，还有一些行人。这里可以看到有一家比较熟悉的麦当劳，后面排了很长一串的队在这里。好了，经过大概1个小时的公交车程，现在已经到了咱们长沙市最繁华的五一广场这边。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王府井百货，刚刚就是坐的这一辆车过来的。看一下今天晚上人还是比较多啊。前面有2个警察正在执勤。好，我现在已经到了咱们的一个市中心啊，这里是五一广场。这里可以看到国庆街，算是咱们长沙市最繁华的一个地方了。可以看到这里有警察在执勤，然后今天晚上人的话也确实是比较多的。咱们去这边最繁华的黄兴广场去看一下。然后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专业的摄影师正在拍照。这里确实有很多人，今天晚上爆满。元旦的第一天，广大市民朋友，为了确保跨年，这前面是一个红绿灯路口，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过这个红绿灯路口去黄兴广场，这是长沙市比较繁华的一个广场。我周围10米左右的话，大概有几百个人、上千人啊，周围10米，这全部都是人头。今天晚上现在已经到了7点多了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多，大概也是美东时间的上午凌晨。现在咱们这边的学生基本上也放假了，工作人员的话也都是放假的一个状态，大家都出来逛街了。好，现在是绿灯，咱们开始过红绿灯。前面的那一排那个警车那里都是人，全部是人。现在是在过红绿灯啊。So many people.
in here tonight.这里是黄兴广场最繁华的一个地方，可以看到这里有卖板栗的、吃火锅的地方。然后我把摄像头拿高一点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过去大概有3-4公里全部是人啊。今天晚上的人非常非常的多，比平时都要多几倍的样子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帅哥在拍照，看我现在走路的话，大概就是和别人贴50公分的距离啊，不能够拉得太远了。现在就是人挤人的一个状态。现在这里有一个小姑娘在卖花啊，希望她能够生意兴隆。这里又有几个警察在这里执勤站岗。好，这里是国境街，下面全部是人在往上走，在流动，也有上面的人不再往下面流动啊，也在往下面流动，双向的流动。一个卖糖葫芦的。这就是长沙元旦第一天晚上，咱们的人啊非常的爆满。今天晚上出行的话，应该是以10万甚至上100万计算啊，人流量是非常大的。咱们今天晚上的一个公共交通承载量啊，压力还是蛮大的。咱们接着这个国境街继续往下走，把这个一条街的整个的人流量都拍下来，记录一下。这里有个小女孩在卖东西。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地铁站，这里的话是一个点心局，就是卖糕点的，卖这种甜品的，他们这里的生意的话也是比较好的。可以看到啊，这是长沙的比较网红的一个产品。这里的话大概有10来个人在排队买。这里来到了一家奶茶店，茶颜悦色，大概有10几20个人在这里排队买奶茶。这是长沙一家本地的奶茶店，是一家网红奶茶店，很多女孩子的话都喜欢喝这一家奶茶，特别受年轻人，特别是女孩子的青睐啊。这旁边这些也都是在这等着拿奶茶的，已经点单了。现在我们上楼梯来到了一个商城。
一个室内的商城。这里门口排了很多人，这里是一家中餐馆店。这走廊里边的话，也坐了很多的人。现在咱们看一下这个鸟瞰图啊，站在高处看这个黄兴广场的中心位置。全国蛇肠大王最大厨辣椒熟肉。A49，那要我的小标 A49。这里的人流量非常的大，而且在不断的移动。下面的话还有很远的一段路，上面的话，那里的地铁站就是我刚刚进来的地方。这里也有很多人不断的上来购物、买东西、上来吃饭的都有的。前面那一栋高楼，闪灯的那一栋高楼是长沙的国金中心，也就是 IFC。哦，说错了啊，是 IFS。刚刚大家也看到了，这里有非常多的人。那么，既然我们来到了这边，等一下带大家来看一下长沙本地的一些美食。首先，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就是咱们的麦当劳，是一个全球连锁的一个商店。这里有一些人在排队拿这个冰淇淋。现在是大冬天的啊，年轻人还是在排队买冰淇淋吃。这里是长沙比较经典的一家臭豆腐。也是时间比较久远了，叫做黑色经典。这里有一些人在排队，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地铁站门口，这里有很多的人在流动。年轻人、中年人、老年人都有。那前面也是人挤人。现在我们在这个黄兴广场的入口这里，可以看到有一个黄兴的铜像。咱们在这里大概待2到3分钟，可以看一下这里的人流量到底有多大，可以实际感受得到这里的人流量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。现在的话大概是8点的样子，北京时间8点，基本上学生都已经下课了，大部分工作的都已经下班了，现在是晚上夜生活时间。这种人非常多的情况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凌晨2、3点，甚至到5、6点都会有人在这里出来逛街的。现在的话，大概这里已经有几万人了。眼前有2个小女孩在卖
头夹，闪光头夹。有的人显得比较匆忙，好像在赶时间一样；有的人看起来是比较悠闲的，在这里闲洒的散步。这里的话是一个地下通道，里边还在不断的涌出来人。可以看到，真的非常的多。元旦的话，我们这边的话是放3天假，3天的全国性小长假。所以今天的话是第1天，明天的话，全国各地的外地游客可能会还要来我们这边。因为长沙的话是一个比较网红的城市，有很多网红的产品，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的臭豆腐，还有茶颜悦色，包括小龙虾，包括很多打卡的景点。所以说在明天后天持续会有全国各地的人都会慕名过来参观。好了，这是咱们外面商场的一个情况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公共交通看一下。现在已经进到了地下商城，可以看到这下面还是有很多的人在逛街。下面基本上是美食、服装，还有一些生活用品。这里是地下商城的一个通道，卖珠宝。可以看到前面也有很多的人，但是没有上面的人那么多。这里是商场连接地铁的通道。因为今天元旦，加上正好是周五，所以说人比较多。现在咱们去地铁站看一下里面的情况怎么样。这边是很多人进地铁，那一边是很多人出地铁。虽然很多人去其他地方了，但是也有很多人过来。可以看到里边地铁里边密密麻麻的。然后里边都是密密麻麻的人。手环双生卡的。好了，我现在要准备进地铁了，咱们去地铁里边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是怎样的。这里是地铁的入口站，工作人员在检查
必须戴口罩才能够坐地铁，必须要看健康码才能够坐地铁啊。这里是过安检。各位乘客往前面走一走，前面还有安检。现在我已经进到了五一广场的地铁站，给大家看一下地铁站里边的一个具体的情况。现在是地铁站里边准备坐地铁。现在的话是出去的人多，进来的人少。可以看到这一类地铁车的话不是很挤，但是到了晚上11、2点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人回去的时候又是非常挤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现在里边没有那么挤。现在8点半左右，回去的人多一点点了。各位乘客，为了您的安全，请勿靠近屏蔽门。前面那一排过去都是人。列车到站时，现在是在回去的地铁上。您好，本次列车开往上双塘，人也比较多。下一站黄兴广场，车门开启方向为左侧。The next station is 黄兴 Square。基本上都坐满了。好的，各位朋友们，经过将近3个小时的实地探访，现在咱们终于回到家了。因为在元旦节期间自己有一些事情要忙，所以说视频的话也没有来得及去更新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短视频的话是2022年1月4号拍摄的。那么我们接着往下聊。在我们之前的视频里，我们看到啊，去咱们长沙市最繁华的 CBD 商圈，也就是咱们的黄兴广场和五一广场的路途中啊，其实堵也不是很堵，只是我们看到有一辆公交的话是比较挤的，它几乎是一种人贴人、人挤人的一个状态。但是我坐的这一辆公交呢是比较幸运的，我坐的这辆公交里边还有一个空位置可以坐的。我们在去长沙这边，长沙市中心的路途中啊，可以看到那个红绿灯啊，等了大概有10几秒钟。其实根据一个个人的感觉，像元旦的第一天晚上和平时比起来的话，可能比平时更快一点去咱们的市中心。因为元旦是一个很重大的节日，是一个全国性质的节日，所以说相关的部门应该是加派了很多的人手去疏散交通，去指挥咱们的交通，所以说我们感觉到的话就比平时快一些。但是我们到了五一广场这边可以看到一个截然相反的状态啊，我们到了五一广场这边可以看到全部都是人贴人、人挤人的一个状态。从我们的视频中可以看到，咱们这边的一个五一广场啊，基本上是一个平均上几十万的一个人流量的状态。因为是一个全国性的节日，所以说有各地的人来到长沙，有的是长沙本地的人口，他只不过在外地工作，或者是在外地学习，或者是有其他的事，他刚好在元旦这一段时间有3天的一个小长假，所以说他回来到咱们这边一个生活、一个旅游都是很正常的。加上我们平时有一些出勤的一些人员，比如说工作人员，他早上的话可能去坐公交去咱们的公司上班，到了晚上也刚好是周五，约上2、3个朋友或者是几个闺蜜一起，咱们晚上下班了之后去五一广场、去黄兴广场这边去大吃大喝一顿，或者是去逛一逛，这个都是很正常的。说实话，加上平时的一个出勤人员和一些工作人员啊，就是长沙这边的一个基本情况，在元旦这几天啊，它的人流量是平时的很多倍。根据咱们的视频可以看出来啊，那个黄兴广场那边是基本上是人挤人，非常拥挤的一个状态，包括咱们的地铁站里也是非常多的一个人啊，流动量的话是非常大的。
根据咱们的一个数据啊，就是元旦这3天一个小长假的话，大概就是说一个基本的数据应该有上百万的一个人流量，就是对于咱们的一个公共交通的话，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啊。但是基于咱们这边社会的一个基建情况，像咱们长沙市这边一个基建情况是非常完善的，因为长沙的话是湖南的一个省会城市，也相当于是一个一线城市的。虽然说它是刚升为一线的一个新的一线城市啊，但是它的基建的话也是非常完善的。比如说咱们去五一广场这边游玩，到了晚上可能凌晨或者是12点左右，大家可能就准备回家了。有的人可能会选择坐地铁，大多数人也会选择坐公交，因为这是大部分的一个出行选择方式，就是坐公共交通，比如说地铁、公交这些。还有的人会去打的士，或者是自己开车。当然，其中的大多数人啊，还是会选择公共交通出行。有少部分人的话，可能会选择自己打车或者是开车等等其他的一个交通方式。得益于咱们长沙这边的一个基建情况，像我们这边的一个交通网络的话是四通八达的，所以说大家看起来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人头在涌动，但其实大家都是有自己的一个顺序，有自己的一个路径的。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他坐公交，有的人他就会打的士，有的人坐地铁，所以说大家都是不相互冲突的。可能只是对于咱们的一个公共交通网络的话造成了一定的压力，但是因为是重大节假日，所以说相关部门加派人手，这个是很正常的。给我们的感觉的话，其实就是秩序井然的一个流通一个出行。像在长沙这边生活久了的话，就会发现长沙呀，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有包容性的城市。在长沙这个城市，不但有很多的网红产品，比如说长沙臭豆腐，还有茶颜悦色奶茶，但更多的是体现长沙这个城市的包容性。记得我大学时候的领导专门和食堂的负责人聊过，说每个食堂必须有免费的例汤，比如说西红柿蛋汤，还有紫菜蛋汤。像有的食堂的饭菜，可能一份饭从3毛钱到几块钱都有，一份菜的话从1块5到几块钱的都有。对于大多数家庭普通的学生来说，其实一天的生活成本的话，在10块钱左右，其实可以生活的不错了。如果想吃的丰富一点，一天生活成本在20块钱左右，都已经相当丰富了。在长沙这边待久了，就会发现，虽然说长沙是一个一线城市，但它和北上广深这些城市比起来，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压力。在长沙这边的话，一个月能够收入5000，假设没有负债的话，生活起来的话其实是相当不错的，相当于长沙这边的一个中产阶级。好了，今天咱们的分享的话就到这里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希望大家在2022年新的一年里平平安安，万事如意，谢谢大家。